你就是那个有名的草鬼婆？老妇只是游走山寨，草药治病，从不害人。大秦刑律严禁巫蛊，放蛊是要杀头的。他们喊我草鬼婆，是诋毁老妇。不要狡辩，《左氏春秋》里就有记载，说放蛊就是起源于你们楚巫。你以放蛊起家，在巴蜀名声赫赫。若真是草药治病，怎会如此穿金戴银，聚集如此显赫家当？你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用不着遮遮掩掩。这里没有外人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保你财源滚滚。贵人想要老妇做什么事？你若真是手段高明，这些珠宝全部供你享用。贵人出手大方，老妇怎敢不从？那你可有蛊带在身上？难道贵人要亲眼看看？对，眼见为实。就是他呀，这么个小玩意儿。哎，贵人不要小看他，这蛊虽小，可神通广大，它能让人生不如死。如何生？贵人莫动，将它放入茶碗酒水中，让人服下。那中蛊之人3个时辰之后就会发作，首日发作，疼痛撕心裂肺；第2日发作2次，疼痛深入骨髓，痛不欲生；第3日会发作3次。若想止痛，就必须驱除蛊虫，那就得服用特制解药。解药？你有解药吗？这是解药，服用后1个时辰就可解蛊。记住，这解药服用前不得遇水，遇水即刻失灵。还有这样的事？那如果没有解药，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？若不服解药，半月之后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。贵人想让那中蛊之人做什么事，无所不从。到那时再想服解药，驱除蛊虫也晚啦。晚了？2旬之后，蛊虫食尽其5脏6腑，中蛊之人四肢溃烂而死。快，把这蛊虫拿远一些。夫人，请用膳。夫人应当保重身体。魏夫人那边在想方设法联络雍大人和魏冉将军，一旦办妥，便会送夫人出宫，与公子祭团聚。
妹妹，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痛，浑身剧痛入骨。姑母，这米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日功夫就痛成这样？难道是得了什么古怪急症？怡儿别急，姑母倒是听说这世间真是有一种急症，染上之后如同承受百虫啃噬其骨，那滋味儿真是痛不欲生啊！那急症有药可治吗？有是有，就是那药珍贵，得来极其不易。太好了，既然有药，救人要紧，赶紧派人去找。我相信米夫人一定会不惜代价酬劳咱们。不劳你们费事了。妹妹此话何意啊？你们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们先前从我这得不到的东西，是什么手段都得不到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是误解了姐姐的一番好意了。我曾想到过，你们会对我做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，无非就是用药下毒。妹妹息怒啊！我们也是为了公子季和怡儿肚子里的王儿才出此下策的。眼下妹妹手里有没有那遗诏都无妨，只要妹妹肯写下这承诺，答应新君登基后，公子华为摄政，武王后生下王儿，便立他为太子，我们即可和好如初，两全其美呀！一个胎儿，男女不知，你们竟如此费尽心机，不择手段，只怕这胎儿有渣，是个妖孽。你信口开河，等武命王后。我曾想到你们会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们会下作到如此地步。好，芈月，算你硬气。可你就算是再硬气，也硬不过你身子里的蛊虫。我这儿有一个解药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即刻就可以给你。你若冥顽不化，那蛊虫自会给你教训。今日只是一个开始，明日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痛楚日日倍增，定会让你知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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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姑母，咱们走。芈月她咎由自取，等到明日，再往后日，她就会来苦苦哀求我们的。夫人当心！快把她捡起来！夫人，这我和武王后好心遭雷劈，芈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已经第3日了，芈月那边竟然还在死撑着。反正解药已经没了，看他还能撑多久了。哎，那个草鬼婆不是说了吗？半个月后，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，想让这芈月做什么，他就得给咱们做什么。可他若真死了，事情该如何收场？扶阳宫上下都会知道，他是突发疾病不治而亡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
夫人，糜夫人，糜夫人，我是母亲呢。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年前，我重伤后被唐夫人相救，伤好以后，唐夫人把我安排到了富阳宫。前些日子，魏夫人他们占了此处，我在这里做粗使，倒也没被他们认出来。偶然得知夫人来了，小的日夜盼望和您相见，只因把守太严，一直不得空。前日听说夫人病了，我没病，是魏夫人他们让人给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们怎么这般黑心啊？这可怎么好？前2个月，女医治出城采药被乱兵杀死了，不然他一定有办法。夫人，母亲拼了性命也要救你。这宫内外日日有人把守，恐怕你救不了我。何况那蛊虫害得我日日发作，一日比一日重，只怕来日不多了。不会，我去找人帮忙。我去，对，夫人的弟弟魏冉将军，我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我也不知道此时魏冉身在何处。看情形，我是凶多吉少。夫人，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一定有办法救夫人的。我若出不去，你要想办法出去。把这东西交给雍大人。好，我找魏冉。或许有一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那人是谁？在咸阳东市，他是姓梁的，皮毛上骨。他是义渠郡的人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快去，母亲，快去，快去。谁呀？给义渠郡的一封急信。好，快进来。咱们这次去岳阳，离咸阳不远。公子持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再出手解决也有。也许有一日，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姐姐，岳公主也回咸阳了。真的？那得赶紧。赶紧什么？赶紧打探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什么意思？兵书上的话。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少在我面前卖弄。大王！大王，咸阳城传来消息，何事？是岳公主。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，危在旦夕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喜欢的女人？姐姐有难。五位白起，我们几个先去咸阳。夫人，武王后，会后那边来人说带了书信，还要见你们。哼，米叔终于还是乱了阵脚。姑母，你说是见还是不见？让来人把书信留下，就说我跟武王后此时不便，就不见了。是。
米叔肯定是听到风声了，他想立公子壮为王，又想让我们替他出头。哼，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从芈月那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手。是啊，时间紧迫，转眼已经10日。看着芈月日日被这蛊虫啮食，精神已经恍惚，髌骨支离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。这个女人好狠啊！让她再狠个3、5日，到时候姑母想让她做什么，她都情愿了。月公主，姐姐，姐姐，一起寻找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走，走。老婆，怎么样？我带兄弟们到那边放了把火，烧得好。我们走。走！老吴，我姐姐究竟如何？老吴，你告诉我，月公主她怎么了？蛊毒？我知道她是被人下了蛊，可总有救的办法。过去我们的人中了蛊，你也用桃枝雄黄驱过蛊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办法呀，老吴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说太晚了？他还能活多久？只有5日了。将军，翁大人，怎么样？据说米夫人被劫走时已经病得很重。不过，那夜袭击富阳宫的，竟然是义渠王的人马。所以我想将军不必担心，既然是义渠君，不会对米夫人怀有恶意的。一定要搞清楚缘由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快去咸阳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不能看着不管！快去！快去秦国！秦国有大难！姐姐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小兰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可是他在跟人说话呀！他在跟他自己说话。
老婆。起来！说，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姐姐？说，不说，不说杀了你！快说！不管有什么办法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用我的命，我姐姐的命。什么？什么？可以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？行，赶快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，来动手吧，快！是我吗？是不是？他究竟是谁啊，老吴？是谁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是谁能救我姐姐的命？你说呀！大王，若是有办法能救月公主，众人自然不会推诿。可是，一命换一命的事儿，老吴也没有把握。他说过，如果古虫不肯，即使强行施法，他也无法请出来呀。大王，这样反而害了月公主。那为的是，既然老吴说那个古虫挑剔的很，他一定会选中。反正不是你。大王，我虎威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可老吴一旦施法，那古虫真的硬了，他害起人来极其凶狠。那万一选中了谁？不是谁，那个人一定是我们部族里的男人，而且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大王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。这些人里也包括大王，这万一是大王，我们可连驱蛊的解药都没有啊！如果那个蛊虫选中我，就说明这个蛊虫有眼力，就说明我跟月公主有缘分。大王，但月公主只是一匹克马，你可是草原的领头骏马，你不应该为了她一个人去送命。她不是别人，大王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去吧。
那就是顾冲的不忠义，那女人就没救了。可如果谁被顾冲看中了，岂不是没命了？一命换一命呗。顾冲，你看我年轻力壮的，你来害我，不要害你夫人了。该轮到我了吧？别人都行，唯独大王你不行，你不能冒这个险呐！不可呀，大王！不可呀！为何呀？大王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啊！大王，你别忘了，这个顾冲挑剔得很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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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！大王，不可呀，大王！给我，让我抓吧。如果我抓到了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会抓到，还是因为我注定会抓到？那就少废话，拿过来。你果然说的没错。我的草原，我的部族百姓，能做你们的大王，我知足了，大王！老吴，我的运气不错，你安排吧。
听得见吗？你真的听不见？你一点都听不见吗？那帮家伙把你害惨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他们落到我的手里，我一定抽了他们的筋，扒了他们的皮，我要把他们的骨头都敲碎了喂狗，然后把他们的眼珠子一个一个挖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手和脚都剁了，然后把他们的肉煮成汤。那种汤喝不得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，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。你不是小狼，你是白起。对，姐姐说的对，我是白起，我不是小狼弟弟，我是白起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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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老吴呢？老吴这个老东西死哪儿去了？老吴哪儿去了？他把蛊虫引到大王身上，就撒手不管了。他想眼睁睁看着大王去死吗？将军息怒吧。老吴为了救义旗军的性命，已经去想办法了。他想什么办法呀？快呀！老吴和将军一样着急。听说这蛊虫换人附体后，已经疯狂，必须在12个时辰内把蛊虫杀死。哎，快！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怎样杀死那蛊虫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像是说，要把昨晚那个汤锅里的汤水，加上雄黄、蒜子、菖蒲，用桃汁燃火，一直烧，待那汤锅烧干了，那蛊虫就死了。啊？那既然如此，咱动手吧。对呀。就是桃汁，来，快！将军，啊！将军还是等老吴回来，再动手不迟啊！等什么呀？你别给他大王痛苦难忍吧！早一点杀死那蛊虫，早一点解救大王。不跟你说了，咱们动手。对，来，走。姐姐在找什么？姐姐原有一只簪子，该是在木心那儿吧？是这只吗？木心见到我的时候，把它交给了我。此物件，在别人手里无甚大用，在我这儿，却是如同性命一般。姐姐若要是喜欢的话，弟弟下次出去给你弄个10只8只的，然后送给你。我被人下蛊，无医药可治，只有等死，怎会一夜之间就虎口残生了？是老吴，老吴用巫术救了你。过去见老吴蹦蹦跳跳的，只以为他是拿来唬人的，谁料竟有回天之力。姐姐这次若没有大王，总之，姐姐是幸运的。毒蛊阴损，防不胜防。儿时我在楚国，楚地有一种用花放蛊的巫蛊，叫秦蛊。此花以养蛊女子的血肉培植，3月开花，极其艳丽。养蛊者采下蛊花做成秦蛊，养蛊女子会在自己钟情的男人身上下蛊，中蛊者不得再思恋其他女子，否则蛊虫就会啃食他的心，叫他痛楚难忍。这种清蛊没有解药吗？解药便是那养蛊女子的性命。养蛊女子若解了情人身上的巫蛊，那她自己也活不成了。养蛊者一定是用情之深，
一命四顾，孤方能成。孤子倾国，世间罕见。姐姐，大王中蛊了。你这是在跟我打趣吗？姐姐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康复的这么快吗？才刚过了几个时辰，是义渠王用命救了你。姐姐中蛊太深了，本是无药可治的。可是老吴想出了用以命换命的办法，可是那蛊虫却偏偏在众多人中选中了大王。你说以命换命，如何换命？老吴施法，让大王把蛊虫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蛊虫到了义渠君身上，那义渠君岂不性命攸关？他此刻在哪儿？在老吴的帐篷里。你带我去，我要去看他。姐姐，你病没好。姐姐，姐姐，继续下头吃。让你嚣张横行，放到我虎威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义渠君好像情绪不好。定是那蛊虫在作怪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快，给我家偷吃，把火烧旺了！看你蛊虫厉害，还是我虎威厉害？对，得烧死你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！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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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大王？老吴，义渠君怎么突然不好了？要正午，为何要等到正午才能点火？哎，早点火早收拾那蛊虫，如何不好？将军，老吴说什么了？完了！点火早了，大王的阳气不足，非但没有烧死那蛊虫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是我害了大王，老吴，怎么办？老吴，怎么办呀？是我害了大王，你让那蛊虫来找我，我替大王偿命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老吴，你救救大王，老吴，大王醒了。大王，不怪你，大王，大王，木西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夫人，老吴本来有法子杀死蛊虫，救义渠君性命的，但因为我们在正午前点了炉火，没伤到蛊虫，反而害了义渠君。义渠君眼看不行了。义渠君，是我。芈月在这儿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男子，你不怕死，你更该活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未了，怎么能撒手而去呢？义渠君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定的，幸好你能留下。什么命定的？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也就那么多。
到了吗？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一曲曲，你说过我是你的女人，你还委屈我，如何让我做你的女人？啊！一曲曲，你是说我要当活人？你做我的女人？你越当众发誓，只要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你听到了吗？说话算数，做我的女人。算数，一曲曲。一曲曲，一曲曲。老五是正午了吗？快看看，快看看！大王是正午了，是正午了，大王是正午了。莲花，我今日要跟他拼了，非他即我，性命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吴，点火！老吴，快点火！快，点头去，走，快！一曲曲，你放心，玉儿就在这陪你。一曲曲，老吴。
易曲君，你终于醒了。哭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没想到你也会为我掉眼泪。没事了，我不是没死吗？松手吧。只有抱着你，我才能确定你还活着。老吴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准备给大王娶亲吧。哎，老吴，你不高兴啊？哎，老吴，来这个老东西。胡一将军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哎，大王好多了。吉人天相，太好了。嘿嘿，对。既然义渠君好多了啊，老吴为什么不高兴？嗨，我刚一说月公主要嫁给我们大王，哎，他就愁眉苦脸的。米夫人要嫁给义渠君啊，真是不行，确实不行。哎，不，那个，过来，秋秋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呢？你也是亲耳听见那个月公主要嫁给我们大王的。那米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啊，公子季将来是要做我们秦王的，米夫人绝不可嫁给你们大王。为什么就不能呢？你知道吗？这失去首领的部落，别人会像狼群分肉一样给分吃掉的。这草原上的部族首领要是死了，他的女人就赶紧带着孩子和部族嫁给另外的首领。这我们大王可是草原上最出色的男人了，有他给你们月公主做靠山，这不好吗？月儿，你做了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。你不信啊？我也不要你再为我吃苦。我想好了，我要为你做件大事。你是想下聘吗？行6礼。告诉我，你要给我多少牛羊，多少马匹？我知道你喜欢骏马，我会把我草原上所有的骏马都送给你。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秦国。你没有跟黄公子回楚国，却跟继儿不顾风险，千里迢迢回到秦国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秦国的天下吗？你在不省人事的时候，嘴里还一直唠叨2个字，就是秦国。你说你要给我秦国？对。你们秦国的武王荡死后，秦国4分5裂，一盘散沙。眼下正是个好机会，而我的义渠已不再是过去的义渠，如今凭我的实力，足可以帮你跟孩子夺回本就该属于你们的天下。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哼，当然是不容易啊。
但动用我义渠的倾国之力，全部兵马，此时此刻拿下咸阳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虎威，你在外面装什么鬼？虎威禀报大王，有人即刻要见月公主。公主正忙着呢，不见。这恐怕不行吧？本王说行就行。那可是月公主的弟弟魏冉将军。小冉，小冉，姐姐，姐姐，小冉想念姐姐。小冉，快起来！姐姐无恙便好。听说姐姐被那魏夫人所害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亏得义渠君舍命，救了姐姐。义渠君义薄云天，小冉以后定要好好报答他。继儿如何？雍大人他们如何？姐姐放心，继儿和雍大人在一起，一切安好。只是这咸阳城内的形势紧迫，楚离子和雍大人已经联络了众多的朝廷重臣来拥戴公子季。但眼下，咸阳城内的王军和禁军仍然掌握在惠后芈姝手里。我们的兵马不多，若是真动起手来，并无一击必胜的把握。是啊，那定是一场恶战。咸阳内外必定血流成河，伤及无数百姓。小冉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若是能不动一兵一卒，便占领王宫，进而拿下咸阳，这岂不更好？若真有这样的办法，当然是好。只是这咸阳宫的城墙高大坚实，把守严密，易守难攻。除非有一个诱饵，引诱芈姝主动打开宫门，我们才有胜算。小冉觉得，姐姐这个诱饵如何？姐姐若是自投罗网，芈姝一定大喜过望。不过如何安排，我们还要花一番心思。咱们再细细筹划一下。这件事，定少不了义渠君鼎力相助。眼下要紧的是，你要先稳住芈姝和魏夫人那边。你最好先放出风声去，让他们知道我又被义渠人给抓获。惠后，这是太医新给您开的方子，您服用试试。拿走，没有用。惠后，那治病的药引子都不在咸阳城里，太医再换方子也是无用。惠后，您说的是什么药引子？那遗诏在哪儿？公子季在哪儿？还有那个芈月，都在哪儿？那魏仪有回信吗？还没有。当年当儿不听我劝告，硬要娶这个妇人，如今留下后患。我已然允诺他们，只要当儿的后人是个男儿，就立他为太子。他们还想要什么？他们说，历来历去太过麻烦，所以让惠后再等些时日。若王后产下一个男儿，直接立他新君便是。何苦烦劳公子壮节外生枝？做梦！他们那是做梦！拜见惠后。敢相，又有什么坏消息？是好消息。说。微臣刚刚得知，不久前芈月被义渠人抓走，
眼下正扣押在义渠军的老营里。义渠军，就是10几年前劫持我楚国送亲车马的义渠军。正是。消息可靠？确切无疑。这义渠军卑鄙狡诈，这些年没少跟秦国作对，骚扰边境，攻伐城池。当年他用芈月做筹码，向秦国要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匹，尝到了甜头。这次他又要做什么？自从遗诏的事在朝堂上下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都在打芈月的主意。义渠人唯利是图，肯定知道芈月价值连城，所以跟着一起搅浑水。还有，冬天快到了，那是他们义渠人最难熬的日子，想必他们想借芈月的身价敲诈一笔，也好过个富足的冬天。哼，这种人见利起义，既然他贪，就给他点甜头，让人带话，只要他肯把芈月交给我，赏粮5000车，绢1000匹，1万斤。我已经把东陆公主送回去了。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句话就不要了？哪是一句话呀？那是成千上万的财宝跟牛羊，让他的族人无话可说。那他也无话可说。他是解脱了。这么多年，其实他知道我心有所属，他心里也不痛快。不会有一日，你把我也退回去吧？你，哼，你我可对不起啊！你太珍贵了，总不成我把这整个草原都赔给你啊？月儿，你看，那有2只大雁，我把它射下来好不好？哎，不好！那雁一大一小，想来不是母子便是父子。他们与同伴失散，已经孤苦伶仃，何苦还要再伤他们？月儿真是慈悲心肠。我只是触景生情罢了。你在想你的儿子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等你们团聚后，我们一起把他抚养大。将来他当秦王，你是母后，我是秦王的继父，你我共掌义渠跟秦国的天下。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听说芈叔那边派人来了。对啊，他好大方，又给金子又送粮食。你说我是应还是不应？不要即刻就答应他，就说除了粮食金银，还要大秦的城池土地。哇，哈哈，月儿，你比我胃口还大呀！要让对手看重你，就不要让他觉得太轻易就能降服你。好，那我可就漫天要价了。这样才能让他肉痛，并能知道你的诚意。老吴，你为什么不赞成我许月公主？你知道我将她搁在我心里很多年了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老吴，这是桩划算的姻缘。按规矩，大部族的首领死后，谁娶了他的寡妇，就等于接手他的部落，他的儿子也就成了继子。我现在要娶的，那可是大秦国王的寡妇。我要让月公主的儿子，我的继子当上秦王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秦国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老吴，老吴。老吴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！我娶了我想要的女人，
义渠有了永久的粮仓、兵马和铁器，于我于义渠都是天大的好事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赞成啊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啊？上次这富阳宫被义渠人放了一把火，幸亏救得及时，眼下还能凑合住着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咸阳宫。快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腰上的这个累赘就是咱们大秦的新君。等他做到宣誓殿，咱们就可以搬回披香殿了。那回了咸阳宫，会后是不是也该搬家了？你想让他搬到哪儿去？谁管他搬到哪儿去，还只是更喜欢交房殿罢了。那时候，你喜欢交房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只是眼下，你我更要当心。眼下就是害怕米叔那边横下心来，孤注一掷，收拾了芈月，再拿我们开刀。你是说他会在你生下孩儿之前强行立公子壮为王？是啊，如果那样，这肚子也救不了咱们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羊汤止沸，沸乃不止，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。外臣杜景拜见义渠君。义渠王。啊，对，外臣杜景拜见义渠王。上令。会后说1万金先奉上3000金500卷，余下的等芈八子进了咸阳以后再行奉上。快，这15个城池的印玺和地图，请义渠王查收。这人贩？哼，什么人贩？你们答应的5000车粮食、1000匹绢，还有1万金，怎么眼下就这么点东西？我大秦一诺千金，怎会赖你东西？你们秦人向来诡计多端，说一套做一套。那大王说该怎么好啊？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滚！送客。是。哎，大王，走吧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大王，要不这样，由我们的人押送人犯，到了咸阳城之后，等会后把承诺我们的粮食和金银全部给了我们，我们再把人给他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亲自带人过去，把会后说的东西运回来。这恐怕……怎么不肯啊？我告诉你，等着跟我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，眼下就有比你们会后出的价钱高得多的。好，就照义渠王说的做。不过义渠的兵马进城不能太多，免得误会，千万不要引起兵乱。那是自然。杜将军，这次你亲自把芈月押送进咸阳城，会后定有重赏吧？会后待下人一向慷慨啊！当日我将芈月押至燕国做质子，回到咸阳以后就赐我个郡位，银印清寿，制比2000担。这次嘛，少不了又是个郎中令的爵位，了不起啊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魏将军啊，你将才难得，若有投靠王后之心，在下愿意帮你引荐的。有劳杜将军了。不敢当，在下也是托你们大王的福气，才能有这荣华富贵。义渠君，他先一步进城，安排鱼儿如何养活，说在宫门口会合。什么？昨日公子壮离开了他的住处，不知所踪。他手下的人说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出门了。谁送的书信？
公子壮是未来的秦国大王，出门怎么会没个跟随伺候？会后，甘相来了。会后，免礼。甘相，我刚刚听说魏夫人和武王后已经答应与我们联手，并说他们有一份大礼要送我。甘相看此事，此事来得突兀。那武王后没有几日就要临产，他们一直想借婴儿一步登位，怎么骤然改变了主意？会不会是他们听说芈月在我手里，公子壮登基已成定局，顺水推舟？也有道理。会后擒住了芈月，魏夫人和武王后主动归附，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呐。那个义渠君此刻在何处？啊，在大殿外等候。宣他进殿。啊，慢。会后，想那戎狄野人哪懂一点礼仪规矩，必须调些禁军进殿，以防万一。宣义渠君进殿，觐见会后。不必多礼。这位是我大秦的甘相。义渠君，本王孤陋寡闻啊，只知道大秦的国相是出离子，原来还有位什么甘相。久仰义渠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好汉。本王也久仰会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却有些意外。此话怎讲？会后与那芈月本是同胞姐妹，长得也是慈眉善目的，怎么感觉会如此不同啊？那芈月与我是同父异母，从小无人管教，所以与我大相径庭。哦，果然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义渠君说得好，我以为义渠君准备好了粮食，还有金和绢，就由义渠君带人去王库直接提取。只是这芈月，放心，会后坦诚相待，我义渠当然要言而有信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